1981年5月2日，一架从爱尔兰飞往伦敦的 Aer Lingus 航班164却突然被一名来自澳大利亚的乘客劳伦斯·詹姆斯·唐尼所劫持。考虑到全机人员的生命安危，这机长无奈之下只能迫降在法国的国际机场。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绑匪既没有索要任何高额的赎金，甚至都没有提出任何的政治诉求。而唐尼劫机的目的，说起来更是令人匪夷所思，只是逼迫罗马教廷公布法蒂玛圣母的第3个预言。在僵持了8个小时之后最终这场看似荒诞的劫机事件被法国特种部队出面平息了。引发劫机事件的起因，也就是绑匪口中的法蒂玛圣母的第3个预言，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故事还得从64年前说起。1917年5月13日，在位于葡萄牙中部的城镇法蒂玛，10岁的露西亚·桑托斯与往常一样，带着表妹哈辛塔、表弟弗朗西斯科来到山谷中放羊。看着撒欢打架的羊群3个孩子也是无所事事地玩耍了起来。突然，3个牧童感受到了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就连眼前欢蹦乱跳的羊儿也站在原地，是瞬间一动不动。随后，3个牧童就见到了一位美丽的白衣女子，全身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出现在天空。露西亚说，圣母散发的光芒比耀眼的阳光穿透水晶杯还要明亮。白玉女神飘在空中，双手合十，手里还拿着一串念珠。她告诉牧童，每月的13号，她都会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与他们相见，直到10月为止。圣母还向3位牧童透露了一个秘密，也就是预言，并叮嘱他们要保守秘密。由于当时正值1战期间，圣母叮嘱牧童每天向圣母玛利亚诵读致敬的祈祷文，为他们个人和世界祈求和平。3个牧童的家族中就有不少人参军，在前线是浴血奋战。孩子们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将圣母显灵的消息如实地告诉了家中的大人们。可是习惯了眼见为实的大人任谁也不肯相信眼前的3个孩童能亲眼见到圣母显灵，甚至还认为3个毛头小孩纯粹就是故意编瞎话找乐子，于是便将孩子们是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不过3个牧童却坚称神秘的白衣女子就是圣母玛利亚。孩子们也信守承诺，每月的13日准时来到指定的地点与圣母见面。很快2个月过去了，7月13号这一天圣母给孩子们展示了战争中的画面，火光冲天，尸横遍野。这时他警告说，如果人类再不反思，将会在罗马主教庇护11室内发生更严重的灾难。见到如此可怕的一幕，3个孩子将圣母的警告不断地转述给村子里的其他人。3个牧童是言之凿凿，说的还特别的恳切。这消息很快就是1传10，10传百，被传的是沸沸扬扬，也传到了当局的耳朵里。地方当局认为这事儿可能会导致政治动乱，于是长官亚瑟·桑托斯亲自审理，将3个牧童关了起来，甚至还在监狱中烧了一口油锅，佯装如果牧童不说出圣母口中的3个秘密，就要将他们投入油锅。这牧童信守与神的承诺，谁也没有说。无奈之下当局也就只能放人了。转眼这时间就来到了10月13日，也就是女神口中的最后期限。由于3位牧童在此之前声称10月13日这一天将发生奇迹，那么为了亲眼目睹圣母显灵，约有7万人聚在山谷当中，这其中就包括报纸的记者和摄影师。根据在场的目击证人描述开始天空是乌云密布，下着雨，因此很多人的衣服都被淋透了。正当大家焦急地等待着，这云层突然一下裂开，紧接着让众人惊呆的一幕出现了，一个看上去如同太阳般的耀眼的物体出来了。而之所以说它如同太阳是因为眼前的这个物体一直在不断的快速的运动着，在空中不停的旋转，犹如跳舞一般，并散发出5颜6色的光芒。
不一会儿啊，这个类似太阳的物体呢，突然从天而降，以 S 型的运动轨迹呢冲向地面，紧接着又回升到天空，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就在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神奇的太阳时啊，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本湿透的衣服竟然奇迹般的被烘干了，这就是著名的太阳奇迹。当时葡萄牙有一份颇具影响力的反神学的报纸《O Século》登载了记者阿维利诺的一篇报道。聚集的人群按照圣经的训言，脱掉帽子，光着头，目光在天空中不断地搜寻着，直到他们惊讶地看到太阳那一刻，全身开始颤抖，因为它违背了常识，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在运动着。在众人看来，它仿佛在跳舞。有一位名叫多明戈·平托长的眼科专家给《欧登》报纸撰稿，写道呢：太阳一会儿被红色的火焰围绕，一会儿被黄色和深紫色的火焰围绕，似乎在迅速旋转，突然仿佛从天空中掉落，迅速冲向地面，并发出强烈的热光。这桩让7万人都震惊，连反神学的媒体都惊叹的神迹呢，却是被3个小牧童提前预告的。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从此呢，法蒂玛这个在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镇，因为这桩神迹呢，以及传世的3个预言，从此是名声大噪，成为了天主教著名的朝圣地，被世人誉为世界神迹之城，还被拍成了电影《法蒂玛的奇迹》。后来，随着其中一个牧童露西亚长大成为修女之后将圣母透露给她的前2个秘密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当中。当年圣母曾向3个牧童展现了地狱的景象，在一处深不见底的地底下，牧童的眼前出现了一片巨大的火海，在火海中有魔鬼以及一些类似人形的罪灵，在地狱中被烈火燃烧着，并不断地发出痛苦和绝望的惨叫声。这些魔鬼他们全都是黑色和透明的。虽然地狱中惊悚可怕的场面只持续了片刻，不过呢，仍旧把这孩子们吓得是浑身颤抖。直到慈爱的圣母安抚牧童，并答应以后会带他们进入天堂，孩子的心中才减少了恐怖。圣母说道，他会先带走哈辛塔和弗朗西斯科回天堂，露西亚呢，则要在人间多待些日子。后来的事实证明，露西亚的表弟弗朗西斯科和表妹哈辛塔呢，先后死于1919和1920年之间的西班牙大流感。弗朗西斯科在世时曾精准地预言了自己的死亡时间，而哈辛塔的遗体呢，被验证为肉身不腐的奇迹。露西亚则在大瘟疫中呢安然无恙。作为神选的使者，他直到2005年谢世，享年97岁。圣母告诉露西亚，第1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但是呢，如果人们不能停止那些令天神恼怒的行为，一场更可怕的战争将会在罗马主教庇护11世的任期之内爆发。如果某天晚上人们看到天空被一股莫名的光团照亮，那就是天主的预兆。届时，上天会通过战争、饥饿和对教会和教宗的迫害来惩罚整个世界的罪恶。在第2个秘密当中呢，圣母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俄罗斯皈依他无玷的心。假如他们遵守我的要求，俄罗斯皈依，那么世界呢就会迎来和平。如果不是这样，俄国的错误会传播到整个世界，导致战争和对教会的迫害。这段话后来呢被解读为俄罗斯的共产主义思潮对世界的影响，以及在反神运动当中对宗教信仰的迫害。而1939年呢，正当德国入侵波兰之际，整个北欧突然笼罩在一场极其罕见的极光之下。当时的《纽约时报》呢，还报道了这一罕见的极光现象。不久之后，圣母的预言果然应验了。第2次世界大战果真就发生在罗马主教庇护11世的任期之内。关于第3个尚未吐露的秘密，露西亚说，圣母示意他第3个秘密要等到1960年才能够揭晓。露西亚将圣母告诉自己的第3个秘密呢，放进了一封密函里，并辗转地送往了罗马。不过1960年收到密函的罗马教廷却突然决定不对外公布。
而在此之后的20多年呢，最终引发了一场劫机事件，也就是影片最开始出现的那一幕。虽然说罗马教廷决定了不对外公布圣母传述的第3个秘密，但是神却用不同的方式对不同的人进行了开示。比如曾经准确预言肯尼迪总统和圣雄甘地遇刺、第1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教宗约翰保罗2世的袭击等大事件的美国著名通灵师兼预言家珍妮·迪克逊就表示，自己曾在1958年在教堂祈祷时看到了神向他展示的法蒂玛异象。在《预言的礼物：非凡的珍妮·迪克逊》一书当中，作者鲁斯·蒙哥马利记录了珍妮的一段话：我正拿着水晶球在圣马修天主教堂祈祷时突然周围的空气变得纯净了，一道明亮的光从穹顶射下，圣母就站在我的面前。她身披紫色的长袍，一道金银色的光环围绕圣母全身。在她头顶的右上方，我看到一个云状的词语“法蒂玛”。我意识到法蒂玛这个一直秘而不宣的预言就要向我展露出来了。我看了看教宗的宝座是空着的，宝座的一边，我看见一位教宗血流满面，血已经滴在他的左肩上。我看见无数只手伸向了宝座，然而宝座上却是空无一人。对此，珍妮的解读是将会有一位教宗为了阻止第3次世界大战而在各地奔走，呼吁他的信徒祈祷上帝，消弭那近在身边的战乱以及超极限武器的使用，以避免人类的灭亡。这位教宗将因此而深受伤害。不过，自此罗马教主的最高首领将不再是教宗了。除珍妮·迪克逊之外，1990年5月13日，意大利高毕神甫也同样获得了圣母的启示。在著作《慈母心声》中，他说：“教会将经历最严重的背叛时刻，邪恶的人将渗透到教会内部，而真正拥有忠实信仰的人会受到最严酷的考验与迫害。人类将经历最严重的大惩罚，从而净化世界，使人们做好准备迎接圣主的重新降临。”根据美国珍妮和意大利高毕神甫所说昔日圣母展现给牧童的第3个预言很可能就是关于末日的预言，也就是宗教衰败、正信兴起、出现全球性的大淘汰，以及人类最后的救赎。或许由于最后的秘密涉及到教廷的权威和利益，罗马教廷封存预言，直至今日也不敢全部对外披露。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